近来，印度一直鼓吹的医疗体系已经彻底陷入崩溃，新德里成为了外界主要的指责对象。最近有俄媒指出了其中的核心问题。据俄媒今日俄罗斯在4月22日刊文指出，当前印度国内的严重人道危机最大问题其实来自于总理莫迪。长期以来，印度将邻国中国视作竞争对手，甚至认为印度在经济、外交、军事上的失败都来自于中国的干扰。因此，在多个领域方面，印度都想要与中国比肩，这种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最尴尬的就在于印度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随时追上中国。印度如今的惨剧，莫迪难辞其咎。该文章中提到，印度当前的局面，医疗体系崩溃，人民大批量死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莫迪对与中国竞争这件事上的操之过急和用力过猛导致的。在上位初期，莫迪看到了中国与印度都拥有类似的人口规模和劳动力潜力，因此新德里开始主推印度制造，试图仿照中国早期改革开放的例子，在全球市场的供应链上分一杯羹。东南亚当时也基本是这个样子。宏观上来说，印度采取这种战略本来确实有机会得到发展，然而当印度将类似的发展战略沿用到疫苗上时，问题就出现了。原本印度作为美国用于牵制中国的主要前锋，也成为了西方国家联合起来主要支持的疫苗生产基地，用于反制中国疫苗出口。实际上，在2020年中后期的国际事务来看，印度也确实按照美国的计划，开始向外大力兜售自己的疫苗。但是尴尬的地方就在于，印度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制造水平和保管流程，美国又听信了印度的满嘴胡话，导致印度的疫苗很快在世界市场上臭名昭著。而与此同时，错误的战略倾向导致印度国内脆弱的公共医疗体系不得不为越发混乱的国内疫情买单。很快，人口密度极大、卫生环境恶劣的印度开始出现危险的变异病毒，大范围的感染和盲目的人群彻底把印度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撕碎。俄媒认为，目前印度正在为自己的短视和自大付出代价，错误判断了自己和中国的真实差距，盲目自信地认为中国行他也行。也有分析人士担忧，在缺少外界干预的情况下，以印度贫富差距和社会制度的情况来看，很可能真的会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况。强强联合，中俄最新合作的消息为何让英国极度紧张？西方将面临清算时刻，一不小心对中国给予了高度肯定。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世界都被美国以及欧洲所领导的西方文明所主导，似乎一切的事情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但是日前有关中俄的最新消息却让西方慌了神，他们担心西方将面临清算时刻。我们知道，在共同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打压之时，中俄加快了战略合作的步伐，因此中俄合作并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但是为何这次的合作却在西方国家中引起了如此大的轰动呢？最新消息显示，中俄日前就共同建设月球科研站发表联合声明，声明中指出，中俄将共同一道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这一科研站也被视为中俄推动太空领域发展的又一卓越贡献。初看这则消息，似乎并没有任何让人为之一惊的地方，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一声明不仅表明中俄间的合作更进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强强联合将会在太空领域发挥多大的作用和影响力，这是西方国家最为担心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踏入太空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随着进军太空步伐的加快，太空领域在未来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各种依赖太空技术发展而来的军用卫星、精确制导导弹以及其他太空武器等，形成了一体化的太空战争军事系统。美国军方曾直言，下次世界大型冲突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交战双方所用的太空武器的质量以及数量，可见其在军事领域中的重要性。比如在导弹领域，导航卫星可以通过指引导弹的飞行，从而大大提升导弹的打击精度。可以说，导弹打击精度越高，对敌人的威慑也就越大。另外，各种侦察卫星所提供的情报信息，对于未来的信息化作战也十分重要。在实际战场上，这些侦察卫星能够探测、跟踪、定位、识别敌人的各种军事目标，从而方便军队进行精确打击。一心想当世界霸主的美国，自然不会缺席太空领域。显然，美国将以大国战略竞争为借口，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面对美国这样的动作，中俄加强太空领域的合作也就成为了必然。不过，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英国，此时却跳出来称，
如果西方国家不采取行动应对威胁，就有可能面临将关键领域的技术控制权拱手让给中俄的风险，这也将让西方国家面临被清算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番话有一定的宣传中俄威胁论的成分在，但在话语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西方国家对于中俄加强合作的恐惧，特别是中国。他们称，因为中国的技术力量正在证明其有潜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这样的局面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如今中国的发展已经不是他们想阻止就能阻止得了的。危难见人心，在印度疫情崩盘，美国却袖手旁观，当作没看见。印度官员直接崩溃，喊话莫迪，请莫迪去偷去抢。绝望之际，却唯有中国站出来。最近的印度疫情让全世界都揪心不已，一天人数增长十分恐怖，目前甚至已经超过了最高纪录。美国的单日新增30万人，据截止4月24号的消息，印度单日新增确诊已经达到了32.6万例，在4月23号当天的数据更是达到了33.27万例，而从15号的10万例涨起来的新增超过20万，再到30万例，仅仅只有不到10天而已，实在是令人触目惊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的医疗系统也正在逐渐崩溃。印度新德里的大法官更是崩溃了，直接喊话莫迪，让莫迪去偷、去抢、去乞求，也要快速收拢医疗资源，能够尽快满足印度极度缺乏的医疗物资，特别是氧气。有媒体报道，印度首都医院之间抢氧气已经成为了日常，可想而知，就连新德里都是这样，那其他地方又有多么的恐怖？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却选择袖手旁观，这就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吗？抛开全球竞争来说，印度疫情这样肆意狂虐，美国选择对印度疫情袖手旁观，无疑是再次给印度压下一根稻草，让印度疫情直接崩盘。这已经成为了一首悲歌，一座坟场。如果没有人伸手帮助，这里就没了。其实说实话，美国没有帮助也在意料之中。第一，美国从来都不是什么友善人士，没有利用价值的国家对美国来说就是随时可以放弃的。让美国去救人，做梦其实更快一点，毕竟梦里有超级英雄。其二，美国现在也是焦头烂额，一边是美国霸权的竞争，一边是自己国内疫情，虽然稍微有所控制，但是也依然还在大批量增长。所以就这一点上来说，美国放弃印度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没有美国，还有印度已经得罪了中国。但是即便印度在2020年到2021年都在边境搞事，在生命面前，中国依然愿意伸出援手。中国外交部长也明确表示，印度疫情严峻，缺乏医疗物资没关系，中国愿意伸出援手。危难见人心，在疫情崩盘的绝望之际，愿意伸出援手的还是所谓的对头，这无疑是讽刺的。要知道，就在几天前，印度媒体还在吹嘘要停止自己首艘国产航母的项目，转而继续研制核动力航母，并且目的还是为了针对中国。如今中国愿意帮助印度渡过难关，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不记得印度在2020年的所作所为，只是中国希望印度能够认清现实，同时也是提醒国际社会，印度疫情这般严重，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号称是全球领导者的美国是如何袖手旁观的。跟着美国走的总有被放弃的时候，显然印度现在就是如此。